我的夫君凯旋了，我等了他3年，守了这将军府3年，可他进门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我回来了，而是要将我贬妻为妾。方才我说话，你听清楚了吗？妾明白。明白就好。将军府这几年钟会都是由你打理，看在你有功的份上，往后这掌家权你继续管着。但有一点你要记牢，日后阿和入府便是唯一的主母。你虽管着家，但终究是妾室，当事事以她为尊。将军，夫人才是在圣旨下明媒正娶的将军夫人。您出征3年，夫人为您操持家务，侍奉婆母，您怎能……闭嘴！主子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3年前，我在新婚夜领命出征。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你是谁？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我记得了。那我给你取个名字吧。我是在西边的大石头旁边捡到你的，以后你就叫阿石好不好？贺将军，贺将军！阿和，跟我回将军府吧，我会八抬大轿娶你。好。本想快点带阿和和2个孩子回京城，却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英国公府的旧仆。像，实在是太像了。老人家，你说什么太像了？我可否看看姑娘耳后？这就是英国公府早年丢失的狄小姐啊！老奴总算找着您了。论身份，她比你更配这夫人之位。能留你当妾，已是我对你最大的恩惠。做人要知足，不要贪得无厌，妄想太多。你瞧，将军连正眼都不给那一位了，这刚回京，天就变了。将军这简直欺人太甚！全京城有哪家夫人没有任何错处，如此轻易便被贬妻为妾？若老爷还在，他们贺家怎敢如此糟蹋姑娘？夏儿，你家姑娘不是软柿子，不会平白受委屈的。姑娘，这就是个市面上最寻常的银锁，成色也不算潮尖，您翻它出来做什么？这锁确实不值钱，但它能断了贺家的财路。将银锁送到宝城当掌柜手中，很快我们就能离开这里，不会让他们占到半点便宜。奴婢自是相信姑娘的。你听说了吗？将军要把夫人贬为妾，迎隔壁那位当正室。哼，什么夫人？没瞧见这料子吗？如今在那位阿和姑娘面前，江燕连个伺候的都不如。可这3年来，若没江燕那些嫁妆时时支撑着，咱们这将军府早就成了空架子。哼，上个月的米面油钱，
听说还是织得夫人的铺面流水。哼，所以啊，将军才不放人走。要是和离了，夫人的那些金山银水全都得搬回去。将军府拿什么摆排场？走，快去给不对，姨娘送料子吧。这将军府看似风光，实则不过一个空架子。这3年，若是没有夫人嫁妆支撑，早就败落了。贺领娶我，不过看中了我娘是富商独女，想用我的嫁妆填补将军府的窟窿。夫人，你苦苦支撑府中生计，将军还这样羞辱你，真是太欺负人了。本朝女子和离嫁妆是可以带回的，而休憩并不会。这也是他高高在上的施舍我为妾的缘由。夏儿，我要与他和离，拿回我自己的东西。比英国公还硬的后台，放眼京城，除了那一位，怕是无人能让贺林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了。总算是将这3年的烂账理清楚了。夫人，已经5更天了，喝了安神汤，快些睡下吧。姨娘，将军带着夫人来了，您快起来去接待。还未曾向外宣布，就已经改了口了。是将军回府后交代的。将军说，往后应贵称阿和姑娘为夫人，她才是正经主母。是我交代的。往后你也只是我将军府的一个妾，如何称呼你还不懂吗？以后在这府里，阿和的话就是本将的命令。谁敢对竹太不敬，便乱棍打死。有谁家妾室睡到日上3竿？往后阿和进了府，你须得日日去主母跟前立规矩。阿玲，你别那么凶，说的跟我是那种刻薄妾室的主母一般。你瞧，阿和姑娘这通身的气派，真有了几分世家贵女的模样，哪还看得出是山里出来的？你这院子颇好，从前你是阿林的妻子，住在主院也就罢了。往后我入府，这主院你便住不得了。夫人说的是，此事是我疏忽，我今日便会搬出去。我与阿岭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只是我听闻你没了家人，一个人孤苦伶仃，不忍心让阿岭赶你出府，才留你当了妾室。但你须记清自己的身份，你虽为妾，打扮的妖妖娆娆，是为勾引阿林吗？阿和，我心中只你一人，别的女人在我眼中不过庸脂俗粉。阿林，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真是让人恶心。将军好。
好大的手笔，给阿和姑娘的彩礼单子足足80多台，比起公主出嫁也不遑多让了。他娶新夫人，口口声声说您打理钟苦，这分明是还想要姑娘您拿自己的嫁妆为他掏银子啊！凭什么呀？谁说这钱非得我来掏？谁娶夫人谁掏钱。可府中哪有这些银子？这3年来，宫中的账上早就是个空壳子了。这将军府的牌匾在京城还是值几个钱的。去，拿这份礼单去京城各大商号采买。无论是蜀锦还是珠玉，只报将军府的名号，先歇账。就说等大婚当日，将军会一并还清。奴婢懂了，这叫借他的势，断他的财。真是解气！掌柜的，我们要80台彩礼，这可是将军府的大喜事。哎呦，将军府的生意自然是没得说，记在将军府账上，大婚后自会有人来结。若没人来结，就抵了将军府便可。你来了，阿离，这葡萄好酸呀！是这女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瞧她这副听话的样子，以后还不是得看我眼色行事。将军和夫人喊妾身过来，是有何吩咐？大婚那日，全京城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你当着众宾客的面告诉他们，你见阿和后自翠不如，便自愿贬妻为妾的。将军既然吩咐了，妾身怎敢不从？姑娘，那位大人回了信，同意帮忙了。贺林想踩着我的脊梁骨给他的心上人当踏脚石，也要看他命够不够硬。将军当真好手笔，这婚宴办的，怕是耗费了不下万银吧？那是自然，国公府的千金出嫁，本将怎能亏待了她？反正有江燕那个女人的嫁妆撑着，办得越奢侈，国公府越会感激我。既然礼成，那就按先前说的，告诉诸位宾客你的心里话吧。我江燕3年前明媒正娶，嫁进将军府，3年间不曾有半点差错，而贺礼却要停妻再娶。江燕，你疯了！我今日是要在诸位见证之下与他和离。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快下去！和离！啊！天哪！江燕，别闹了，江父早没了。如今这世上你举目无亲，离了将军府，你孤身一人能去哪儿？这3年前明媒正娶的夫人，竟要在此时求和离，江家不是早就没人了吗？我说了，我要和离。你如今只是我将军府的一个妾，有什么资格要和离？主家不给休书，你死也得死在将军府的后院里。哦，本座怎不知，苦寻多年的未过门的夫人，竟成了贺将军的妾。这不是东厂掌印江池吗？这位杀神怎么来了？嘘，莫要命了！这位爷手上沾的血能染红这满城的官袍。听说连3品以上的大员进了他的东厂，不死也要脱层皮。江掌印，这是什么意思？
江掌印大驾光临，是本宫失迎了。来人，快将主座让给江大人。主座就不必了，本座今日来是为接我未过门的夫人。未过门的夫人，你是说江氏？天爷，将军这脸绿的都能滴出水来了，娶新夫人进门，结果发现旧人竟是江长之的新奸子。这贺林也是倒霉，他把江氏弃之敝役，却没成想这敝役攀上了东厂的通天蹄，这男人的尊严怕是碎了一地喽。是，江燕就是本座的未过门的夫人。将军，这退婚书您刚递，这和离的话我也刚说，您这副表情倒像是舍不得了。江燕，你竟敢背着我与燕与外男有私情！他在怕，他在江直面前像个被拔了牙的病虎，他引以为傲的将军威严，在东厂的刀锋下简直一文不值。掌印身份尊贵，深得陛下信任，想必当做不得强抢他人妻子之事吧。将军这是急眼了，想用圣贤书里的名声来拿捏掌印呢。可掌印是什么人？那是东厂的祖宗，他眼里哪有半分圣贤书？哦，他人妻子江燕3年前嫁入贺府，3媒6聘8抬大轿，此事人尽皆知。将军府的婚书还在官衙备着案，她不是本将的妻，还能是谁的？确有耳闻，可本座也记得，本朝律法严明，凡有妻者不得停妻再娶，违者杖80，离异归宗。贺将军，你这后头摆着凤冠纱佩，前头立着发妻，是在公然蔑视大梁律法吗？掌印误会了，江燕入府3年无所出，不孝有3，无后为大。他自觉担当不起主母一位，为了贺家血脉，早已自贬为妾。今日新夫人入府，便是要当着各位宾客的面，宣布江氏感念恩情，自愿为妾一事。本将这是成全他的贤明，何来再娶之说？他真当我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以为用这吴后的名头和将军府的威压，就能逼我在这满堂宾客面前自断活路。是吗？你瞧见没？香姑娘竟然敢直视江掌印，这胆量，京城里找不出第二个。我家姑娘本就问心无愧，倒是那起自狼心狗肺的人才该低头。我并非贺将军所言那般自贬为妾，江家虽败，傲骨尚在，我江燕绝不做无媒无聘之妾。江燕，这大喜的日子，你竟敢当众封魔！你说我入府3年无所出，那请问，这孩子是能从天上掉下来，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原来竟是将军自个儿不入房，这吴后的锅扣得当真恶心，不知羞耻！这种私密之事，你竟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叫嚣！不知羞耻的是谁？将军回京后与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告诉我，心中只将阿和当做唯一的妻子，要与他一生一世一双人。我且问将军一句，将军说这话时，将我这个3书6礼聘进来的发妻放在什么位置？是将我当成将军府遮羞的摆件，还是觉得我江家的人活该给你垫脚？他从前是再乖巧不过的，如今怎么变成这样？你在怨我？你在怨我？怨你？他真当自己是什么金贵物呀？或许得感谢阿和替我挡了这份恶心。你听听，将军还真当空姑娘离了他不能活呢，真是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嘘，没瞧见江掌心那眼神儿，将军这是在鬼门关前显摆呢。悲愿将军，我江燕虽然位卑，却也做不得拆散有情人的恶事。
阿和姑娘和2个孩子都是极好的，将军与她既是生死相依，江燕愿成全将军，自请和离。和离？你想到姐？和离，和离，清醒些。你莫后悔。成人之美，江燕不悔。江燕，本将刚签了和离书，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将军新婚，旧人旧物留在这儿，难免会碍了新老婆的眼。既然要走，我自然要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清腾干净，免得坏了将军与夫人的兴致。这哪是搬家呀？这简直是拆家！连博古架上的花瓶都是夫人当年从江家带过来的，这一撤，屋里连个像样的摆设都没了。嘘，没看见江长燕在那站着呢吗？江燕，你连这棵树也要带走？这树种在将军府已经3年了。3年前我入府时，这院子枯败家带荒凉，这树是我亲手所植，连土都是我家东西，纵使烧成灰，也绝不留给他人乘凉。够了，江燕，你别太过分。这些年将军府短过你吃穿吗？你非要闹得如此难看。3年前我入府时，将军府已然亏空，除却我的嫁妆，将军应当还欠我3万两。3万两，江燕，你莫要无中生有。即使和离，莫要胡搅蛮缠，丢了你江家的脸面。哦，是我丢了江家的脸面吗？这些年，将军府对外的人情往来、采买供奉，甚至府内下人的月银，哪一笔不是我拿嫁妆填补的？将军在关外立战功的时候，可曾想过，你的家中是靠着谁的银子在京城维持着体面的？将军仔细看看，这每一笔可都盖着你将军府的公章。将军打算如何归还？还，本将还能赖你不成？从中废除。中府并无银钱。将军，这一年边关军饷紧缺，府里为了撑门面，早就寅吃母粮了。你故意的！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清算，是故意要在满朝文武和江长征面前看本将出丑，是不是？怎会？我与将军虽没缘做夫妻，但也是有情谊在的。你瞧咱姑娘多心善，情谊那是催命符吧？小声点，将军的脸黑得能滴出沫了。江燕，若你是因为心有不甘才闹这一场，本将可以答应你，除了名分，阿和有的你都能有。你想怎样？
将军，那3万两银子，既然终于拿不出，江燕身为发妻，少不得要再为你操一次心。江燕，你到底还想搬走什么？这屋里连个绣花针都被你清干净了。我自然是为将军考虑好了，将军府一砖一瓦皆上品，也是能抵一些银两的。将军，万万不可呀！这是祖产，这是门面呀！把这儿也撬了，这琉璃瓦最是值钱，不能留给那个女人。慢着，慢着。江燕，你连最后一点体面也要给阿和剥干净吗？将军误会了，念在贺林今日成亲，我特地嘱咐了下人，将新房的砖瓦留下。我忍不住在心中感慨，女子总心软些。可不是嘛，姑娘您就是太善良了。将军都这般对我了，我还这么帮他考虑，总得给将军留块瓦遮头，免得新夫人洞房时淋了雨，倒显得我不贤惠了。这狮子倒是看着眼熟。3年前阿爹升迁，特意请名家雕琢送来的贺礼。等等，姑娘怎么了？让他们将门口的石狮子一同带走。等等！夏儿，停车。将军还有何指教？江氏，你今日踏出这大门，便是自绝于我贺家。离了将军府，你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弃妇。本将军倒要看看谁敢要你！江大人，你堂堂权臣竟自甘下贱来捡本将军不要的破鞋，简直是色令之婚，滑天下之大稽。夫人，外面风大，把窗关上吧。贺将军，掌印也是你可以随便编排的吗？拿水来，给我狠狠的泼，把这贱人留下的晦气统统给本将军洗干净。贺将军，本官的未婚妻也是你能泼的。我与他不相熟，从前也没有过半分交集。今日他能顶着流言蜚语来将军府帮我撑腰，不过是因为我携恩图报罢了。女儿，这块银锁你先收好。爹爹当年对伊人有救命之恩，他欠了我一个人情。往后你在将军府若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便将这银锁送到宝城县汤掌柜手上，那个人一定会帮你的。我万没想到，爹爹口中那个能帮我撑腰的通天人物，竟然会是权倾朝野的江直。可他为何说我是他未过门的夫人？江大人，今日多谢你配合我演了这出戏。江姑娘，日后有何打算？我早做好了账目，在江南买了土地和宅子。怕我？不是怕。说谎。确实，你若真怕，也不会惦记着利用我。是，掌印大人慧眼如炬，小女这点粗鄙的伎俩瞒不过你。传闻江直在入宫晋升前，曾是个流落京郊、人人可欺的弃儿。若要讨得他的欢心，
必须投其所好。将军府卸下的那些金砖碧瓦，小女已自作主张，派人全部送去了京郊的慈幼堂。除此之外，小女还私下出了1万两白银，给慈幼堂的孤儿们盖一间书巷。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总该有个遮风挡雨、读书识字的地方。江姑娘与我说这些没来由的话做什么？小女利用大人，并无旁的心思，只为了求长义能搭一把手，查出当年灭我江家的幕后凶手。只要能报此血海深仇，不管是任何代价，小女都愿意承受。3年前夜里的一场大火，将我爹娘、兄弟整整43口人全部烧成了一把灰，在废墟里连半点挣扎的痕迹都没能留下。天子脚下，朝廷一品命官一家居然被一把火灭了满门，如此骇人听闻的惊天满案，大理寺查了整整3年，最后却只草草给了个意外失火的结案。但是江大人的出现，让小女瞧见了唯一的希望。你可知，帮本官满事，随时会死无葬身之地。只要能让凶手血债血偿，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我江燕定要一个结果。外人皆道本座残忍嗜杀，你确定要与我做交易？传闻曾有官员为了讨好江直，送了貌美女子去他床上，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名女子。江直未时算不得什么善人，可在皇宫那种吃人的泥潭里，能爬上掌印位置的，又怎会是个纯善之人？掌印若是不想交易，方才在将军府大门前，又何必对外宣称我是您的未过门的夫人？既然掌印都已经同意了，小女自然敢赌这一条命。还不算太笨，起来吧。该死的女人，竟敢伙同阉党，把将军府搬个干净！本将军要杀了她！夫君，怎么会变成这样？父亲母亲给我的嫁妆和铺子根本不会管这些。现在洞房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了，咱们今晚要睡在地上吗？这日子还怎么过？阿和，都是为父没用，让你受委屈了。阿和原本是想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谁知竟被那毒妇作践至此。夫君，这府里亏空的厉害，管家连明天的米粮钱都快支不出来了，这可如何是好？阿和，你也知江燕那个毒妇执掌中妃多年，必然是贪了银子，偏又找了江直做靠山，我们奈何不了他。眼下只能先由娘子垫补，待往后我挣了军功，千倍万倍补上，还要给娘子请封诰命。夫君，这些是我从娘家带出来的私房银子，你先拿去把府里的窟窿补上。只要能帮到夫君，阿和受些委屈不算什么。何人敢在府内撒野？小人是城中聚宝阁的掌柜，今日前来是来收缴将军府婚前采买聘礼的余款。将军，这聘礼单子上的东西，尽是全京城最名贵、最稀罕的。当初送货时说好，大婚之日结清余款，如今吉时已过，还请将军把这8万两银子的借据给结了。胡言乱语！本将军何曾欠过你们聚宝阁的银子？这皆叫本将军不认！管家，把这群招摇撞骗的无赖给本将军乱棍赶出去！贺将军，白纸黑字盖着你将军府的印信，你想赖账，怕是没那么容易。我们衙门见吧。大人，贺将军依仗兵权，在小人的铺子里强行赊欠大婚聘礼，数额高达数万两白银。如今非但不还，还殴打驱赶店中伙计。听闻这些铺子背后的东家，可都是城中几位一品世家夫人的陪嫁产业。
掌柜们背后都是有天大背景的，难怪不怕贺将军。去将军府，传贺将军上堂对质。大人，本将军公务繁忙，已经为了这几个人的诬告，将本将军召上公堂。贺将军，这上面清清楚楚盖着您将军府的公印，您看这……哼，公印又如何？这借据根本不是本将军亲手所签，定是江燕那毒妇盗用了公印，私下采买，与本将军何干？这钱本将军一分都不会还。既然还事关其他人，那我们先退堂。这贺林虽然是个破落将军，但他新娶的可是英国公的嫡女，身后站着庞然大物，英国公得罪不得。大人，江姑娘到了，该上堂了。大人，江姑娘到了，该上堂了。按理说，他已经与贺林和离了。若在平时，把这欠债的赃酒全泼在他头上，让英国公府和贺林满意便是。偏偏这江姑娘现在的靠山是那位一人之下残忍弑杀的9000岁江直。贱人，你故意在外宣战，就是为了陷害于我，心思实在恶毒。大人明鉴，民女非将军所言故意赊账，将军娶新夫人置办聘礼，只是中父账上没有银子，这也是无奈之举。本将军原也不想与你这妇人继续牵扯。我不在京的这3年，你执掌中户，账目是盈是亏都是你一张嘴说的，这也罢了。可你实在贪得无厌，竟打着将军府的名义去赊账，哼！倒不如说是民女的错了。早知将军是想用民女嫁妆买聘礼，民女就不帮着赊账了。天哪！这将军娶新平妻，竟然指望着原配拿自己的嫁妆去给新妇买聘礼，可不是嘛？真够不要脸的！没钱还装什么大尾巴狼？巧言颜色。账本如今还在将军府，贺林这会儿估计已经回过味儿来，在账本上做了手脚，就等着我提出查账，好请君入瓮。我偏不给你这个机会。江直今日并未陪同前来，这江氏虽说是江直名义上的未婚妻，但一个阉人能对一个女子有几分真情，指不定只是随口一说。相比之下，贺林身后站着的可是英国公府，万万得罪不起。江氏，本官问你，这几家店铺呈上来的借据，可是你在将军府当家主目任上时所借，是与不是？是。那你便是认了账了。所以大人也觉得，夫君再娶佳人，作为主母便要掏嫁妆去置办聘礼吗？本官并非这个意思。据本朝律法，谁人借债，何人归还。你既是承认了有你借债，有你再还，可有不服？我早料到你会用律法来压我。民女并无不服，只是敢问大人，我赊的东西在我还上账时，东西可还归我？江燕，我曾以为你只是目光短浅些，却没想到你还如此斤斤计较。道理虽是如此，可你曾是将军府的人，所以什么？本座不知，我朝律法何时有妻子为丈夫娶妻要自掏腰包这？绝对没有！掌印大人说下官绝无此意。哟，贺将军也在啊。本座还以为是燕燕娶亲赊了聘礼。
大人，本座的未婚妻方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呢。大人，本座的未婚妻方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呢。若他还了账，那将军府里的聘礼是否该原封不动的还给？自然，何人还账自然归何人，东西大梁律法，本官绝不敢偏私。既如此，案子已明，贺将军自己折的账，便由他自己承担吧。妍妍，天冷，随本座回去。啊！姑娘，您可真是大好了。姑娘，如今京里的大人夫人们，谁不知道掌印大人在京兆尹大堂上为了您，生生把贺将军的脸都给气绿了。这不，咱们府上的门槛都快被送帖子的给踩烂了。张侍郎夫人下的帖子，赏荷宴倒有些意思。赏荷、游湖、石莲子，在这烦闷的盛夏里，却是极雅致的事。既然掌印大人开口，那小女便去走一遭。燕燕，进去后不必拘礼。谁若让你不痛快，告诉本座，今日玩得尽兴些。掌印放心，小女省得。你看他这也像是山鸡。夫人，咱们快些进去吧。将军临行前嘱咐过了，叫咱们在外面莫要与江姑娘起冲突。毕竟那几万两聘礼银子，如今还得靠您的嫁妆填补呢。不准拿嫁妆去还聘制！你们谁都不许动他！要拿嫁妆，除非我死！阿和，只有你懂我。等将来我立功，千倍万倍还你。贱人！将军府的妾你放着不愿意做，我原本以为你攀上了多好的下家，原也就是个阉人，连个男人都算不上的太监。你个贱人，你竟敢打我！我既选了他，她在我心中便是最好的。阿和姑娘觉得将军英武，愿意贴补嫁妆。于我而言，千万个将军也比不上掌印分毫。哟，原以为这英国公府的千金嫁过去是享福的，没成想大婚刚过，竟然就要眼巴巴的贴堵自己的嫁妆，去给将军府填窟窿。你们胡说！夫君才没有算计我，我们是真心相爱。你们胡说！夫君才没有算计我，我们是真心相爱。我与阿和姑娘本无冤无仇，可你偏要来这一招恶心本姑娘，那我便也不会生生忍着。贺林那样一个只知道算计妻子的男人，又有什么资格与掌印相比？这不像是。听闻大门口那一掌打得可真是清脆，这新进门的将军夫人当真是把英国公府的脸都丢尽了。诸位夫人、小姐，近日咱们府上的荷花开得正好，不如移步后花园，乘船游湖，采莲取乐，如何？下来吧你！
江姑娘，奴婢带您去偏殿厢房沐浴更衣，快随我来。别出声。别出声。贺林，他怎么会在这儿？还受了伤？他大概还不知道挟持的人是我，否则以他现在的疯狂，山下已然要了我的性命。江姑娘，奴婢听见里面有动静，您没事吧？无事，是我刚才脚滑，没站稳，你先退下吧。是，那奴婢在外面守着。怎么是你？将军受伤了，可严重，让妾看看。别碰我，江燕，你别在这假惺惺的，我们已经和离了。妾知道将军对妾无情，虽和离，妾还是希望将军身体康健，平平安安的。将军今日遭此大难，妾如何能不忧心？你只需当今日没见过我，放我走就是了。妾明白，将军，你快些走吧，莫要被人发现了。本座方才还以为你对着贺将军当真是余情未了呢。本座方才还以为你对着贺将军当真是余情未了呢。东西拿到了，可以回去了。该用什么法子不着痕迹的溜出宴席？我本还在想，方才见阿和故意凑到我身边不怀好意，我便知机会来了，这才顺水推舟跟他一同落水。可惜我还没来得及自己动手去搜，掌印便亲自来了。他身上的伤，约莫是掌印的杰作吧。可需再补一刀。罢了，若是洒了血，怕是麻烦不断。掌印今日也是偷偷进来的，如今账本既已拿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在没必要再惊动侍郎府的旁人。你若想杀，就不必怕什么麻烦，只要有我在，本座也替你顶着。怎么，看着他这副模样，江姑娘心里莫非是生出了恻隐之心？倒也不是，只是看着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尚在闺中时，我对我这位名义上的夫君，其实也是曾过幻想的。少女慕爱，听人说他是个少年将军，意气风发，骑马倚斜桥。可是后来他却用那样的态度待我，用那样的心思算计我的嫁妆，我也算是看清了他。可笑我当初竟然也会有片刻因他失神，心存幻想。姑娘，您搬来掌印府上也有段日子了，怎么整日里不是闷在房里算账，就是往外头跑？和离了，自然有我自己的事要做。可您与掌印同住一府，却分院而治。掌印每日金銮殿东厂两头忙，外面那些人，他忙他的朝堂政务，我忙我的民生生计，不见方是相安无事。江姑娘，多亏您送来这些金砖碧瓦，又出资建了这慈幼堂书院，让穷苦百姓的孩子也有了容身之处。可是这书剑空成这样，无书可读，如何明理呀？京中的名书古籍向来被以英国公为首的世家垄断，朝堂官员多多出自世家，他们又怎会容许平民染指学问？世家垄断学识，平民求学难如登天。
太晦涩了，阿燕不懂。胡闹！功课不写完，今日不许吃点心。好，阿燕，莫哭莫哭，爹爹不凶你，快把泪收收，爹爹偷偷带你去吃糖葫芦。妹妹又哭鼻子，羞羞脸。啊！叫你欺负妹妹，看我不揪掉你的耳朵！娘亲饶命，我不敢了。怎还无端哭了？我想我爹娘哥哥了。快了，很快就能为他们报仇了。长爷，那个账本里当真写着我江家当年被灭门的原委。不错，你爹当年位居户部要职，廉洁奉公。他暗中查出了户部亏空数百万两银子的铁证，而那些亏空的银子大半都流进了几大世家的口袋。所以，是那帮盘剥百姓的世家为了杀人灭口。你爹是一块硬骨头，他不接受世家的拉拢，触碰了那帮世家的利益，换来的却是江家满门的性命。这帮尸位拿残的世家！妍妍，你可知，你爹当年也曾救过本座一命。天全黑了，关门了，要抄书明天再来。掌柜的，再容我抄2页就好，我祖母等着这钱抓药。且慢，去请魏大夫到这位小公子家中，再备些银两和药材。大人之恩，将知此生必报。后来呢？我用身上剩下的所有银钱，去银楼买下了这把银锁，托人送到了江相国手里，然后我进了宫。从小太监做起，一步步往上爬，10多年的蹉跎隐忍，在死人堆和泥潭里摸爬滚打，他才终于成了如今这个权倾朝野、人人畏惧的9000岁。书院缺书，我帮你从世家讨来可好？长爷，那当如何做？我的燕燕近日被英国公府的那几子小人推进了水里，险些送了半条命。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总要跟他们要些赔偿，这事才说得过去。长爷，小女实在有一事想不通。哦，燕燕有何想不通的？那日在将军府，您为何要当着大家的面说您是小女的未婚夫？这名头对掌印不仅没有半点好处，甚至还会惹来不必要的非议。燕燕认为，这只是本座的一时权宜之错，这为何不能是真的呢？燕燕认为，这只是本座的一时权宜之错，这为何不能是真的呢？姑娘，你醒了，外头雨大，我给您沏了茶。夏儿，掌印呢？掌印大人天一亮便出门了，到现在都还未曾回府呢。姑娘，风大雨急，您还病着呢，快些回屋吧。掌印大人的手段通天，您不必忧心。我知道，可他今早出门前说是去为我讨要赔偿。不知道为什么，我今日这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你总是不回来，外头雨又这么大，我有些担心。回来时遇到一些不长眼的麻烦事，耽搁了。麻烦，你可曾受伤？多谢长爷，放我下来吧。
怎么了？是不是我碰到你哪里了？碰到伤口了，眼眼莫动，疼。张毅，你今早去英国公府讨要赔偿，是不是被他们的人暗中追杀了？那些自命清高的世家，向来靠着古本藏书垄断天下的读书人，控制着朝堂的半壁江山。本座一开口，便要他们拿藏书当赔偿。本座这是生生割了他们的肉，动了他们的根本，就那群老不死的恼羞成怒，也顾不上什么体面了。那你身上到底伤在何处？你让我瞧瞧，我不放心。别动，妍妍，就让我抱一会儿。姑娘，您今儿个怎么一大早就来书院了？昨夜您和掌印大人在内室，奴婢今早瞧见大人出门时，脸色可比往常柔和多了。休得胡说，我与掌印并无什么。我实在不知该如何与他相处。他那双漂亮的不似真人的凤眸，每次看着我时，总像是能将我整个人全部看透，叫我只能落荒而逃。不过姑娘，英国公府送来的那些藏书可真是宝贝。您瞧，如今书院里的学子们将那些孤本视若珍宝，天天逢人便夸姑娘您是活菩萨呢。不过是借花献佛罢了。学子们也知道，奴婢遵照您的吩咐，昨个就让夫子暗中将消息透露了出去，都是东厂掌印揪的居妾亲自从世家手里为您抢来的。如今啊，这满京城都在传大人的好话呢，说他虽然面冷，对百姓却是真真切切的厚道。姑娘，您为何一定要让天下人觉得掌印是个好人？他是个太监，名声好坏与他又有何干涉？夏儿，你不知这朝堂是吃人的地方，江直在百姓中的名声若是一直坏下去，等他帮着陛下除尽了那些世家大族，便会轮到他自己。江直自己聪明一世，他应该也知道这个结果，可他为了报仇，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退路。可我想让他活着。江夜，你这般费尽心思的在百姓中帮江之经营生生，总不会是真想嫁给他吧？江夜，你清醒一点！江直在朝堂上是何等的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他如今百般帮你护你，就没有半点他自己的阴谋和目的？与你何干？江夜，我是为了你好，我只是不想看着你被那个死太监利用，落得个万劫不复的下场。贺将军，你我早已和离，你如今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为我好？燕燕，从前是我不对，是我被别的事情蒙蔽了双眼，伤了你的心。但是往后，贺将军是打算为了我舍弃英国公府那个能让你平步青云的乘龙快婿身份，还是说贺将军又要大发慈悲恩赐我，重新将我纳进你的将军府做妾室？贺林，我不在乎江直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个真男人。他护着我，他从未让我受过半点委屈，我嫁给他是心甘情愿的。别说气话了，江直非良配，你嫁他日后会后悔的。贺将军这是在挖本座墙角。燕燕嫁我，日后会不会后悔，本座不知。至于贺将军你后悔也没用了。贺林，你以前高高在上，用那种高不可攀的姿态俯视我，不过是将我当做一个可以随意差遣、随意放置的玩物母。你做出这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你难道忘了那个曾救了你性命，如今在将军府里为你生儿育女，正被你哄骗着拿嫁妆填补你亏空漏空的阿和了吗？在想什么？江直，你究竟为什么这般对我？
你若一直这般待我，我真的会误会的。哪般？娶我，是真的吗？燕燕对我，难道没有半分异动吗？我身有残摧，并非寻常男子。燕燕，心里可会嫌弃？可我如今一无所有，连江家都灭了门，我并不能在朝堂上帮到掌印什么。燕燕永远不要离开我，就足够。要死了！有人上吊了！草民要告，天道观徇私舞弊，施家弄权，寒门学子10年寒窗，难道到头来只配做世家子弟的垫脚石吗？岂有此理！大元朝的科考，竟成了世家买卖官职的私库！查，给朕彻查到底！陛下，臣有本要奏。此乃大理寺与户部多年来的往来账本，英国公一党买卖官职、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之铁证尽数在此，请陛下明断。刚才这个还龌龊的阉人！早知今日，当初在江家起火的那晚，老夫就该直接杀了你这余孽。当初没将你放在眼中，真是终日打雁，却叫雁啄了眼。在你们世家眼中，我们这些寒门百姓不过是可以随意碾死的蝼蚁。可你可曾想过，蜉蝣亦能撼树？照这么说，那你倒是慈悲的很啊！我的性命从来都不曾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当初不杀我，不过是因为我还有利用价值。我是贺大将军，江燕不过是个卑贱的内宅妇人，你别赶本将军跪下磕头！江直那个阉人，他不过是个阉杂的阉人，你凭什么嫁他？你会后悔的，会后悔的！我后悔了，后悔了！早知今日，当初本将军就不该回京的。我只能江燕，本将军让你当亲戚的感恩戴德。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早知今日，当初本将军就不该回京的。陛下，臣旧伤难愈，精力不济，如今世家余孽已清，朝堂清明，臣特来乞骸骨，望陛下成全，准臣退隐。江直，你为大元朝扫清世家毒瘤，功在社稷。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便准了。你可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朕定当满足。臣别无所求，唯求陛下为内子所建的慈幼堂书院御笔赐字，以庇佑天下寒门学子。好，哈哈哈哈哈哈！江姑娘有了当今圣上的御笔题字，
如今咱们书院声名大噪，天下寒门学子皆慕名而来，江家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可不是吗，姑娘？如今掌印大人退了休，闲来无事便爱往咱们这儿转转。您瞧，他这会儿正亲自给学子们答疑解惑呢，这名声啊，比以前好上千百倍了。名声好了，他才能在这京城长长久久、安安稳稳地活下去。我对此乐见其成。妍妍，怎么了？你嫁我一个身体残缺的阉人，日后可会后悔？掌印大人，好计谋。是我对妍妍觊觎已久。